今天我要揭开邮轮界的一个惊天秘密，最危险的7个邮轮港口。你是否知道有一些地方的犯罪率高的令人咋舌，甚至被政府明确警告为不要前往的禁区？今天我会带你深入了解这些危险的港口，以及如何在这些地方保护你自己。最重要的是，也有今天还会公布哪一些邮轮航线会停靠这些危险的港口城市。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段惊心动魄的旅程。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嗨，大家好，EO来啦！世界这么大，危险的地方可绝对不止这7个哦。但是经过EO的整理，这些是最多邮轮航次会停靠的。同时，经过EO的研究，很遗憾的告诉你，对于一个邮轮旅行爱好者来说 ，OK， 你真的很难不搭到完全避开这些港口的邮轮航线。甚至你可能已经搭邮轮拜访过这些城市，这个时候你就想要来反驳EO了。我上次去过了，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呢。这才是让EO最害怕的想法，因为当你失去了警惕心，在有机会前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更加深入，更加大胆，同时会更危险。所以在今天这一集的最后，EO会告诉你，去这些地方旅行哪些界限是不能逾越的，哪些方法是可以最好的保护你和家人的安全。在今天的内容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EO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向往已久的邮轮旅行，但是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啊、季节啊、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与EO预约一个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你的需求，根据您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时间。EO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的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这么的简单，让EO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首先，我们来到位于中美洲的 Belize City。伯利兹城，这个被美丽的海岛和珊瑚礁环绕，以古代的玛雅文明遗迹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而闻名的地方，同时也是被美国官方列为2级危险旅行目的地，被加拿大政府官方列为高度危险地区的城市。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么到底哪一些最常见的邮轮行程会和这个地方扯上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航线都集中在了西加勒比海的行程中，你耳熟能详的几乎所有的邮轮公司都乐此不疲地在西加勒比海航线中为你安排上了 Belize City 这个地方。部分的巴拿马运河航线途经西加勒比海的时候，也有不少的邮轮会停靠这个港口。接下来是 Jamaica 牙买加。每一年有超过150万名观光客是搭乘邮轮到达这个地方的。单是2025年，有超过500架次的邮轮会停靠牙买加的各个港口。正因为牙买加的人文气氛、热情和当地的特色音乐，令人难以抗拒。热爱阳光海滩邮轮行程的游客，很难有没有去过牙买加的吧？但它却是被美国政府官方列为3级危险的旅行目的地。在加拿大，官方也同样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高度谨慎的旅行目的地。在这里，治安问题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暴力啊、性侵、偷窃、诈骗等，并且发生在了一些知名的观光景点和度假村的附近。那么，哪些邮轮行程会停靠牙买加呢？西加勒比海，几乎所有算得上名头的大型豪华邮轮都很难避免停靠牙买加。细心的观众肯定已经体会到邮轮公司的用心良苦，当地的民风再热情，自然风光再吸引人，邮轮都在下午或者是傍晚匆匆的起航，不给你留下任何理由夜游牙买加。Trinidad and Tobago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
这是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双岛国家，由2个主要的岛屿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组成。这个国家受到了来自于非洲、印度、欧洲、中东等很多国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它形成了很多多元文化的社会气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历史遗迹，让很多的游客忍不住想一探究竟。在你有这样的计划之前，也有想要告诉你，这个美丽的国度被美国官方列为3级危险旅行地区，加拿大的官方则是提醒游客要格外小心这个高危险国家。它往往会出现在像这样的东加勒比海深入的航线中，和这样的从美国本土出发的亚马逊运河的邮轮航线。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连 Amazon River 都敢去的话，这不还算是小意思吗？哥伦比亚，提到哥伦比亚，你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毒枭。各大以毒品走私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大多都会提到这个罪恶的名称。但是今天政府最害怕我们普通游客会遭遇到的却是绑架。哥伦比亚的罪犯会利用社交软件结交世界各地有意前往旅行的年轻人，在你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向你提出邀请。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你已经可以想象得出来了吧？被美国政府列为3级的危险旅行地区，加拿大官方认定前往哥伦比亚旅行必须要高度戒备。无论政府如何劝，新闻如何报道，每一年还是有大约17万名的邮轮乘客来到这里。哥伦比亚的咖啡、美食、历史文化都是令他们着迷的点。那么哪些邮轮航线会把你带去哥伦比亚呢？那就是著名的巴拿马邮轮航线，或者是你从美国进入南美洲的那一些邮轮航线。哪怕你好不容易挑出了一个不停靠哥伦比亚的巴拿马邮轮航线，也未必躲得过今天还要说的其他的那些危险港口。既然这么吓人，你可一定要继续听下去哦。在EU的观众中有好多身经百战的旅行家，介不介意把你的危险港口旅行经历在底下的留言板中与大家分享呢？对于会看到今天视频的所有的观众，将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好事。EU在这里先谢谢你们。Honduras 洪都拉斯是位于中美洲的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的文化遗产。尽管在这个国家过去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包括治安问题啦，包括政治不稳定啦，但是对于邮轮公司的游客来说，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同样，它被美国政府列为3级的危险旅行地区，加拿大政府则建议不要轻易的前往。整个2025年又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光是巴哈马和西加勒比海航线就将停靠洪都拉斯港口过1000次啊！连全世界最大最新载客人数最多的邮轮也在其中，会靠岸登港的游客可谓是不计其数。很多EU的网友都来信问询我关于墨西哥邮轮是否安全的问题，因为EU曾经推荐过 Mexico Riviera 这个航线，对于西海岸出发寻找阳光海滩初体验的邮轮玩家来说，特别的友好。为了制作今天的视频， EU 依然先从官方建议着手，为你做了个仔细的调查。但是当我打开官方网站的时候，却有点迷茫了。似乎美国政府希望让游客自己来辨别墨西哥是否安全的这个问题。OK， 我循着线索往下看，结果看到了一个让我非常熟悉的港口城市名称，上面却标明了 Do not travel。看得我心中一凉，从字面上的理解，似乎对于公职在身的美国公民有特别的限制和一些不能明说的提醒。Mazatlan 墨西哥的马萨特兰，通常搭乘西海岸 Mexico Riviera 邮轮航线是必停的邮轮站点，也是 Full Transit 的巴拿马邮轮航线中的常客。
坐落在西海岸，面朝太平洋，以其美丽的海滩、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热情的气氛，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旅行体验。老城区的殖民地风情，以及世界最长的海滨长廊，还有让很多游客因为这里的海产丰富带来的美食体验而流连往返。包括海地。美国和加拿大的官方强烈建议不要前往这个地方。但是今天要告诉你，如果你是搭乘邮轮的话，请放心大胆的去玩吧。邮轮只会停靠海地的 Labadi 港口，这个地方是属于皇家加勒比海集团邮轮公司的私家海域，只有 Royal Caribbean 的邮轮和 Celebrity 的邮轮才可以有资格停靠。岛上除了特别聘请的只属于邮轮公司的当地工作人员以外，没有闲杂人等会出现。哪怕是当年海地霍乱病毒大爆发的时候，邮轮也没有停止过停靠 Labadi 这个港口。想要搭乘邮轮环游世界的旅行家们，以下的内容是不管你前往何处都适用的邮轮安全守则。备份好自己国家在当地的领事馆的地址、电话和紧急的联络方式。邮轮上，官方会在靠岸前至少1天，提供岸上邮轮公司专属的当地地接工作人员的紧急联络方式 （Local Agent Phone Number、Local Agent Contact Number）。你也是需要随身携带的。以上被点名的那些地方，除了最后一个以外，上岸观光也有强烈建议你购买邮轮公司官方的上岸行程，哪怕贵一点，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不要穿金戴银，让人随意的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有钱人。带好零散的现金。在当地购买东西的时候，可不要动不动就拔出你的100元大钞哦。OK， 如果你硬是要来一场上岸自由行的话，请不要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和光线特别昏暗的地方，不要随便与当地人拼车。最后一点，虽然很多人不同意，但是官方还是强烈建议，遇到抢劫的时候，你为了自身安全，请乖乖的把贵重物品交给他。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你觉得不去旅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那你不换台看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亲爱的观众们，你还有什么好办法是今天又漏了没有说的，请在留言区踊跃的发言。您的每一条建议都可能挽救无辜者的身家性命哦。邮轮旅行虽然令人兴奋，但是永远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希望这些信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让你在计划旅行时更加的谨慎。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被分享的朋友一定会感谢你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